我们知道，美国拥有全球第一的航空实力，并且其民用与军用飞机远销各国，卖飞机甚至成为美国的一大经济支柱。而近年来，我国的航空技术发展也很迅猛，同时也在积极打开海外市场。但其实，我国也曾向美国卖过国产飞机，其中还包括了军用飞机，这似乎出乎了一些人预料。那么今天就让我们细数一下中国飞机赴美3剑客都有谁。歼7战斗机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在上世纪70、80年代，中美之间有一段蜜月期，而那时中国向美国采购了不少的装备，其中就包括著名的黑鹰直升机。其实那个时候，美国人还想将自己的 F-16战斗机卖给中国，不过最终这笔交易也没有实现，但我们却把自己的战机卖到了美国。当时正值冷战白热化阶段，美军自然也把苏联军队视为最大的对手，正是美国人也注意到中国的歼7战机。歼7战斗机研制于上世纪60年代，其原型便是苏联的主力战机米格21，而且经过几代发展，歼7的综合性能甚至高于米格21。对于美军而言，这不就是最好的参考对象吗？80年代，美国方面表示希望从我国购买歼7-2战机，并最终敲定了2个中队12架歼7-2，而这些歼7战机被分配给美军，用于作为假想敌的红鹰中队，供美国空军日常模拟训练用。运12运输机，上世纪80年代，哈尔滨飞机制造公司研制出一款轻型双发多用途运输机，也就是运12运输机。这款运输机一经问世，就以轻便、易操作以及高性价比备受国际市场关注，远销多国。2015年珠海航展上，我国将最新的运12F 展出，结果吸引了一位意想不到的买家。在航展期间，美国维信航空公司赶到中国，并且在现场下单20架运12F。这一举动也成为当时的热门，被认为是中国飞机外销的一次里程碑。后来这批运12运输机作为观光与货运飞机，在拉斯维加斯到大峡谷航线上留下身影。初教6，要说美国民间最著名的一架中国飞机，非初教6莫属。这架国产教练机做到了墙内开花墙外香。上世纪50年代末期，南昌飞机制造厂研制出一款初级教练机，也就是初教6。初教6成为我国空军飞行员培养的摇篮。我国很多飞行员的第一款飞机就是初教6，这款飞机同样出口到多个国家，获得极高的口碑。有意思的是，当初教6来到美国后，迅速成为美国民间飞行爱好者心目中的明星。因为初教6价格便宜，往往7万美元不到就能买到一架，并且飞行成本也十分低廉，而且初教6上手方便，安全性能高。因此这款来自中国的飞机迅速在美国普及开来，不少美国民间飞行爱好者第一款接触的飞机同样是初教6。因此美国人对初教6有种特殊的情感，初教6也被美国飞行爱好者喷上各种涂装。有意思的是，飞机上的81标志往往会被保留下来，作为一个符号。我们知道，近段时间，由于美军的罗斯福号航母闯入南海海域，中美两国在南海的军事对抗明显加剧。针对美国航母的行动，解放军的军机也频繁出动应对美军的行动。根据路透社的报道，1月29号，美国军方针对近段时间中美军机频繁在南海海域往来发生。不过在声明中，美军并没有反思自己的做法，反倒立马将脏水泼向解放军。美军发言人表示，过去1周，解放军的军用飞机在南海地区采用过激行为，造成该地区不稳定因素加剧，这是不应该的。此外，美军发言人还强调，解放军的行动并未威胁到该地区的美国海军航母打击小组。目前美军的罗斯福号航母密切监视解放军海军和空军的所有活动，解放军的行动意在阻止美军航母进入南海，削弱美军在西太平洋的影响力。从美军的声明来看，充分诠释了什么叫做贼喊捉贼。南海海域属于我国海域，我们的军队在自己的海域行动有何不可？轮不到他人来说三道四。不过我们也常借用较远的一句话，凡是敌人反对，我们就要拥护。虽然美国人强调自己的航母没有受到威胁，但这样做反而显得欲盖弥彰。在以往，美军时常会闯入他国海域，而面对他国的抗议，也往往选择无视。那么美国人在什么时候会回应，并且还会反咬一口谴责对方呢？那就是自己受到威胁的时候。像此前美军机接近俄领空，俄罗斯派战机拦截并做出威胁举动的时候，美军往往会在事后发表声明，谴责俄罗斯人威胁美军机安全。还有就是去年8月份，在美军航母抵达南海不久，我军向南海发射了一枚东风21D与东风26导弹，美军在事后同样进行了谴责。美国人的声音越大，说明他们越害怕。那么这次又是什么让美国人害怕了呢？根据美国商业内幕网站的报道，在1月29号的时候，解放军8架轰6K 轰炸机与4架歼16战斗机
和一架运八反潜机组成飞行编队，在南海上空接近罗斯福号航母400公里的地区进行飞行训练。美媒表示，解放军此举就是在以美军航母为靶子进行模拟轰炸，而当时罗斯福号航母实际上是在轰6K 挂载的鹰击12反舰导弹的射程范围内，也就是在解放军轰炸机对美航母模拟轰炸的同一天，美军发表了对解放军军机在南海活动的不满，这充分说明这次模拟轰炸真的惊出了美军一身冷汗，但此时他们也只能用嘴来反击了。同时我们应该清楚，既然美军对我军的出动有所顾忌，那么我们更应该这么做了，任由他们说三道四，只要敢拿我国主权问题说事，就绝对不能姑息。几天前，075 3号舰下水，这意味着我国的075型2栖攻击舰第一批建造工作结束。有意思的是，在第3艘075舰下水的时候，第一艘075舰还尚未服役。根据网上消息，首艘075舰近日离开海南三亚港，抵达湛江，看来是要准备交付了。那么首艘075舰何时服役呢？而首艘075舰的舷号与命名似乎提前透露了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最近，百科网站万维百科更新了075型2栖攻击舰的词条，而我们在其中竟发现了诸多的细节。根据075舰的舰名列表目录，首艘075舰将在本月服役，并且将命名为海南号。根据我国的海军舰艇命名条例，包括航母在内的巡洋舰以行政省区或词组命名。除了航母，2栖攻击舰也在这个目录内，因此也会用省级行政区来命名。除此之外，百科还透露075首舰的舷号为31。当然，在官方正式公布之前，网上的消息还是仅供参考。不过，关于首艘075舰的命名，在很早之前，民间就一直有讨论。那么又有哪些地方入选了呢？一开始，很多人认为075首舰会被命名为上海号，因为075舰的建造地沪东船厂就是上海的，而我国首艘航母被命名为辽宁号，就是因为其改装地在辽宁大连船厂。这么一看，075首舰被叫做上海号似乎很合理。之后，网络上又传出075首舰可能会被命名为江苏号，因为去年年末的时候，江苏省与中船签订合作协议，而在2019年初的时候，山东与中船重工签订了合作协议。随后，我国首艘国产航母就被命名为山东号。有意思的是，不少江苏网友还有些不乐意，毕竟现在我国军事的发展把网友的胃口都养刁了，常规动力滑跃航母都不一定看得上，甚至有江苏网友制作表情图来调侃。当然，对于075舰的命名，实际上在官方正式公布之前，网上的观点都很难统一。也有网友提议，根据我国2栖攻击舰的职能，将其命名为台湾号最好了，这倒是个挺不错的想法。说完命名，再来说说舷号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百科上将首艘075舰的舷号定为31。根据我国军舰命名规则，中国海军在接受军舰时，一般会给一个3位数或者2位数的舷号作为其编号。像我国的护卫舰、驱逐舰一般都是3位数，而2位数的军舰有1开头的航母与8开头的训练舰。考虑到075舰在命名上与航母同等待遇，因此同样有2位数来作为舷号也很正常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若网传没错的话，075舰将以3作为开头，这说明2也是得留给航母的。毕竟辽宁号是以16作为舷号，之后4艘航母肯定是打不住的。